好，那睡眠剥夺除了会影响视交叉上核的这些神经细胞的活性，进而对我们的心血管调节的功能有所影响之外呢，那睡眠剥夺会不会影响其他跟心血管调节有关的核区呢？那我们实验室呢选定了另外一个核区来做探讨，这个核区叫 area postrema， 我们中文翻译叫脑极后区。脑极后区呢，在我们钠离子的调节跟心血管的功能的调节身上呢，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先前的研究已经知道说，脑极后区呢，它可以借由呢去调控我们脑干其他交感的一个神经核，进而去提升我们的交感的一个活性，这是脑极后区的功能。因此我们想要去知道说，在睡眠剥夺之下，脑极后区的钠离子的调节是不是也会出现影响，而这个影响是不是会继而去影响到我们交感神经的活性。实验结果显示呢，在睡眠剥夺之后，脑极后区的钠离子的含量的确会显著增加，就如同上面这一张 B 图所看到的哈，黄色的亮点点都是钠离子的一个含量。在睡眠剥夺 TSD 之后呢，钠离子量显著增加，而这个脑极后区钠离子量的增加，明显的反映在了我们交感神经活性的增加这个功能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剥夺之后呢，我们的平均动脉压也显著增加，这个跟脑极后区钠离子的增加是相当呼应的。那如果同学们对这个研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我们实验室所发表的这一篇文献。那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说，睡眠剥夺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功能。肝脏是人体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我们常说睡眠剥夺会爆肝，因此我们想要知道说，那睡眠剥夺对肝脏的影响。在睡眠剥夺之后呢，我们发现说，肝细胞里面的钠离子量也会显著增加。而这个肝细胞里面的钠离子量增加，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如同这张图所看到的哈，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上面图 B 所显示的是肝细胞里面钠离子的量显著比正常老鼠的肝细胞的钠离子的量还要多。而这个钠离子的量的增多呢，主要的原因在于说，我们细胞膜上面去调控钠离子的进出的这个 enzyme 呢，也同时受了影响。我们实验中可以发现，如图 C 所看到的，在肝细胞的细胞膜上面呢，去调节钠离子进出的这个 enzyme 的量呢，受了变化，导致于钠钾之间的比例是失调的。那钠钾比例失调会对肝细胞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知道，细胞最主要的功能是会将钠排出细胞外面。那如果钠过度的集中在细胞里面的时候呢，细胞的渗透压就会增加。这个时候细胞必须不断的补充水分，在细胞不断补充水分的情况之下，细胞就会肿胀，如图中我们中间这一颗细胞所发生的变化。过度肿胀的细胞呢，会造成细胞膜的瓦解。那细胞膜主要是由磷脂质所构成的，因此呢，我们实验室也进一步去证实这个现象。在飞行式2次离子质谱仪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细胞膜的磷脂质的结构在我们睡眠剥夺之后也是显著的降低，而这个显著降低会造成细胞的一个破裂跟瓦解。那这是从另外一个实验的方式来同步证明磷脂质降低的现象。细胞膜的瓦解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般组织切片看得很清楚。左边这一张图呢是正常老鼠的肝脏，我们可以发现细胞处于一个非常健全的状态，粉红色所染到的是细胞质，蓝色点点所染到的是细胞核。那相较于睡眠剥夺老鼠之后的肝脏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个细胞呢几乎是全部都瓦解掉了，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一颗完整的肝细胞存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细胞质几乎都是变得空白，而且呢，细胞核呢也都偏向细胞的另外一边，这是细胞正在瓦解的一个征兆。所以在睡眠剥夺之后呢，肝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另外呢，我们针对肝细胞所接受的压力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测，我们使用热休克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反应去代表肝细胞所承受的压力。左边 A、C、E 这3张图呢是正常的老鼠的肝脏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仅有些微的热休克蛋白的表现被侦测到。右边 B、D、F 这3张图呢是睡眠剥夺老鼠的肝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热休克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反应明显增加。那借由西方默点反应，我们同步的也可以看到说，整个肝脏里面呢，在睡眠剥夺之后，热休克蛋白明显的上升，这代表的肝细胞在睡眠剥夺的环境之下，处于极度的一个细胞压力上升的一个情况。那这些相关研究呢，我们都已经陆续发表在相关的文献里面，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参考。那另外我们想要去看看睡眠剥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认知功能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空间的学习跟空间记忆这两个指标来做探讨。那在探讨认知功能之前呢，我们先跟各位同学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认知功能的一些神经的一些调控机制。那在其中呢，最主要去调控认知功能的机制呢，是发生在海马回的一个所谓 long-term potentiation 长期增益效应的这个分子机制。什么是 long-term potentiation 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彼此呢是借由神经传导物质来做连接。long-term potentiation 的发生在当突触前的神经细胞释放 glutamate 脯氨酸这个神经传导物质之后呢，它会跟突触后神经细胞膜上面的 NMDA receptor 来做个结合。当 glutamate 去 binding 到 NMDA receptor 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钙离子大量的涌入我们的突触后细胞。钙离子大量涌入突触后细胞之后呢，会使突触后细胞产生 nitric oxide 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一个气体，它可以自由的扩散进出神经细胞。从突触后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呢，它会扩散回去突触前的细胞。这个一氧化氮它会让突触前细胞释放更多的 glutamate。因此呢，同学们可以从这个机制可以去了解，藉由一氧化氮的一个所谓正向的一个 feedback 的 loop 呢，我们可以让更多的 glutamate 去 binding 到我们突触后的 NMDA receptor， 进而去让钙离子更涌入突触后细胞，更进而去增加更多的一氧化氮的生成。因此呢，这个会形成一个所谓不断增强的所谓一个正向循环。这个正向循环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long-term potentiation。好，那因此呢，这个 long-term potentiation 既然是构成了所谓的学习、认知跟所谓记忆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想去了解说，睡眠剥夺之后会不会去影响到长期增益效应的一些分子上的变化。我们去 focus 在睡眠剥夺对钙离子、对 NMDA receptor、对一氧化氮等这些物质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飞行式二次离子质谱仪可以发现，睡眠剥夺之后呢，海马回钙离子的量显著降低。我们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在睡眠剥夺之后，整个海马回神经细胞的钙离子的量是明显降低的，降低的幅度有1半之多。那另外呢，睡眠剥夺之后呢，海马回神经细胞里面的 NMDA receptor 量也显著降低。我们可以从左边的 NMDA 免疫组织化学反应可以去清楚的看到这个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同步去侦测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一氧化氮合成酶是一氧化氮合成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睡眠剥夺之后呢，也会让海马回神经细胞里面一氧化氮合成酶显著降低。那我们从水迷宫去做一个认知学习跟认知记忆的一个表现，我们发现在睡眠剥夺之后呢，老鼠的认知学习、空间学习跟空间记忆呢，都很明显的受到影响了。水迷宫的主要功能是请老鼠呢，在一个水盆里面呢，去找出潜藏在水盆下面的平台。老鼠唯有去找出这个平台，它才能够安稳的继续在水盆里面，而不至于一直游泳下去。老鼠找到平台的时间所花费的时间长短，正足以代表它的空间学习跟记忆的表现。我们发现在睡眠剥夺之后呢，老鼠必须花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去找到那个平台，而且呢，老鼠呢也花比较多的时间呢去做搜寻这个动作。那这些相关的研究呢，也陆陆续续发表在这些相关的文献上，也欢迎同学们有兴趣去做进一步的参阅。